来吧，新玩具太趣的逍遥歼35C， 这一回的舰载版冲突来了。盒子的外包装跟原先也不太一样了，整个的外包装峰会是2次元的效果，侧面这里也涂成了海军军旗的配色。因为变形很复杂，所以一本超厚的说明书，比原色会多带一个这样的袋子，里边有人物卡和保修卡，不过是硬纸板材质。额外袋子里还会多带一根把玩神器，之前延吉里边是个绿色的，这回的歼35C也变成了灰色的，把玩起来就更方便了。一块大地台，上面有铭文，刻线也是非常漂亮的。把里边的这个支架、齿轮关节翻转出来，两侧的盖子顺着里边抠开，也可以翻出它的导弹组。人形就可以这样架在支架上了，插的还是比较稳固的，而且整体的一个动态效果非常的不错。下边的齿轮关节支撑稳定性很好，掏出其中的一个导弹，碰下头部就可以控制里边的磁吸灯了。一段常亮，第二段是呼吸模式，第3段开始攻击变成红色，然后关闭。可以说，逍遥这个模具是集合了国内顶尖设计师以及做工的精华打造出来的一款全新的战斗机变形玩具。整体的素质在原色版里边我们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尤其我很喜欢全身真零件变形出来，再加上一些联动的细节。在这一回的舰载版里边，这些联动的膝盖装甲似乎滑动更加的顺畅，脚踝这里的合金关节联动也更加的舒服，而且感觉身上的合金键似乎更加的闪亮了。之前我记得是做了一个飞机到人形的正变，正好重涂版，咱们来逆变一次。首先是武器的变形，像是诸葛连弩一样的，上面还是导弹可以转一下。我们把这2根折过来。其实对于黑苹果来说啊，它对于完全一体变形还有武器的全收纳是近乎于执念性的存在。把这一块双关节往后搓一下，这里边的联动，夹合起来，然后把这一块双关节收到位。人形主体的变形，我们先从背包开始拆起。后背肩膀这里有2个非常紧的外扩扣子啊，这个地方要使一点力，把它抠出来。侧面这里还有一块装甲，下方也锁着一个扣子，等于是2项的锁定。我们把这里全部脱开，锁着中间的这根筋对折，把垂直尾翼夹起来，然后旋转这根轴的时候，顺着这里边的葫芦锁脱开，再拧过来。整体的这个大翅膀通过这里边的双关节往下放，下方这里还有2个套着的圈儿，把这里的扣子全部锁定。其实之前就感觉这个造型做出来有点像6翼天使，如果说更符合国风一点的说法呢，更像是大武生的靠旗，这种感觉也会特别的带劲儿。好，两边的翅膀我们先全部闭合起来，然后注意这上方旋转一下这个扣子的零件，把它完全的折平。双关节往下拉一拉，腾开这里边所有的空间。接着把这2块锁着的扣子90度折叠归位。头部下方这里有一个 T 字的卡槽，顺着这里拉出去。腰部整个的斜方向往上抽拉，脱开这2块长长叉子的扣子啊，整个的拉开。后方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往起拉。伸起来。这块胳膊的变形，我们先把全心转到上方来。侧面这里的盖子从下方打开卡扣，然后根据这一块蓝色转轴的双关节，把这片装甲对折过来，贴合，中间出现空洞的时候，把这块盖板折叠放进去。肩甲这一块的变形会很绕啊，不着急，咱们一点一点来锁。先把这个双层折叠放平，然后转到后方去，把胳膊180度旋转起来，接着把这块板子拧下来，胳膊往上归位，旋转对折，放到这样的角度以后，再把这一块带有合金连杆的转盘往上扭，再往回折一个90度。变到什么位置呢？你就来回调试一下。后边这里有一个弹簧的肉，有一个脱肉的机构，刚刚好把这一块的造型合金的轴卡进去。两边的胳膊搞定之后，我们就把肚子这一块机头整个翻出来，前方的驾驶舱打开，接着脑袋顺着这个里边旋转，把它
后脑勺贴进来。接着这一块后脑勺又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往前扣，驾驶舱内构这一块就填平了，再把盖子扣合。这个时候顺着肩膀这里的关节往后旋转，拧过来，侧面这里有着炸开的缝隙，我们把它拧正、对准，滑槽缩进去。胸甲全部调整好，机头的位置压下来，让这一块整个的推平。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一块卡过来，大体先放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时候上半身的机头拧开差不多的造型，从腰部这里旋转个180度，后裙甲打开，侧裙甲往上翘一点点，腾出来空间。翻到正面来，再把侧面这2根锁着的地方整个打开，合金轴这一块拧过来个180度，胯部这里左右拔开，把侧面这2个锁扣拉开，解锁开，这一块的起落架就可以打开了。从下边这个合金的转盘再拧180度。咱们来看腿部这一块的变形。首先起落架根部这里有一个很紧的插扣，打开，然后脚踝这里蓝色部位的插扣，把这2处全部脱松。接着脚踝这一块合金零件下方有一个插扣，我们往外掰一下，脱开这里，再把下方插着的这块面板打开，整个拉长。脚尖的位置旋转180度，然后再把这一块挪开，根部的这一块合金零件整体的往内翻，再把脚尖归回来，这块零件靠上，侧面的2条合金零件立起来，摆成这个样子。再来拆膝盖的联动轴，下方这里的合金杆子揉一揉，齿轮关节把这里脱开，往上收纳，贴合进去。双关节尽量的往上拉，腾出来空间。后边这里有一个连接的卡槽，把这里打开，前方的这块腿板就可以张开了。内腿板和引擎中间链接有一个扣子，挺长的啊，我们要拉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大的膝盖甲先放下来，大腿内侧这里盖板有一个锁扣的边，把它打开，然后顺着这里往外旋转90度。整个的全部腾松之后，我们把这块折开让过来，就能把下方的面板旋转180度，再反着折90度贴上来。好，现在全部腾开了之后，我们把这块尾翼立起来，顺着这个灰色的转轴再往外撇90度，让这个引擎的边缘朝下，灰色的零件往外撇一点角度，让出来这个引擎的180度转轴拼合空间。在拼合的过程中呢，我们往内旋转，这个地方有多段的齿轮关节，边转边往下缩它，缩到底。翻到腿外侧，浅蓝色的零件2个扣子就可以跟大腿侧面这里进行咬合，扣住。那把这一块就完全的锁定起来，这块腿板再往上盖，根部的滑道缩短，压平。刚才折出长长的这根膝盖甲，双关节往上提，白色的扣子对应金色的圈儿，变到位套上去，再把这一块方块的零件盖板锁下来。最后打开尾翼，腾开空间，把这一侧面的盖板锁住。那这条腿部我们就搞定差不多了。双腿中间所有的卡扣就可以结合夹住。锁腰部的这2个轴，我们可以稍微的挪一下空间，然后把这个起落架让过来，顺着这个开口球碗往下折叠90度，左右的扣子就可以插在一起。同时，腿部这一块，机腹部的这一块掏出啊，先把这里的双段关节拉出来，盖子打开，顺着这个地方往出掏。先用这2片灰色的零件夹住这一块中间深灰色的轴，就可以把它没有阻碍的掏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打开灰色的盖板，把里边的双关节拉长，
起落架再收起来。我们打开下方这里的挂钩扣子，前方这里带有蓝色涂装和花纹面的拼齐。胳膊向上折叠90度齿轮关节，再顺着根部这里的一个关节往下翻折，整个的扣进去。通过这个齿轮的关节把它填平，摆好，这块盖板再进行拼合。两边的缝隙尽量都对好，然后双臂中间还有一个结合的小插位，把它缩在一起，翻到背部往前推，让驾驶舱后方的这一片结合到位。接着双关节往下放翅膀，前方的挂钩还有侧面这里的扣子都摆正确角度。此时就顺着这2条缝隙，把所有的扣子都密合调整起来。后边的尾翼往下折叠，侧面的扣子这里再插上，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也拼合好。最后翻到底盘来，这里边的双关节我们往前撸，撸到最前方，侧面这里有2个燕尾卡榫，前方这里还有一个燕尾插槽，这3点同时往下压。结合，把它们都咬上，两边的盖板夹合，缝隙对准，肚子中间空的位置掏出来它的武器，顺着这个地方挂进去，扣好之后，把下边的弹舱盖子嵌合到位。哇，这个底盘啊！果然，黑苹果对于底盘收纳是有相当执念的。再加上这个飞机各种角度来看，每个面光滑平整，机腹部也不显厚。对于现实中的载具还原形态，可以说做得非常棒了呀。再有翻到底盘来，前方的起落架盖子左右抠开，把里边的起落架折叠拉出来，根部这里还是个真实的液压管子，把它调好。后起落架的位置，把这2块舱门打开，然后就得用这个工具勾出来它，尽量勾着里边的合金轴，再把这一块拉出来，旋转180度，反向锁住，就可以进行推机了。橡胶的轮胎推起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阻尼感。当然，作为舰载版，这一次的翅膀是有改模的，整体结合完成后，翅膀两端可以折叠起来，在航母上面进行收纳。而且这一次机身上面的荧光涂装也比普通版本要多一些，用紫光灯照射一下，从机翼到中间的位置，前方这里都是有非常多的荧光点缀。机翼整个上边多处的荧光涂装，哇，照出来真的很漂亮。侧面这里还有个荧光的条纹。飞机撑在支架上边相当的稳定，这样摆出一个动态飞行的姿势也是非常帅的。同时，支架根部这里的齿轮关节还可以实现侧飞，真好看。所以说，这台歼35C 的飞机形态几乎100%还原出来了真机的那种效果玩具的精度没有问题，扣合起来，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缝隙对得特别准，流线的这种过渡感觉，薄薄的机腹。完全没有那种可变形玩具下边累赘一大坨的感觉武器一体收纳，甚至于放在支架上边，你就这样摆在柜子里边当一个军模去展示的话，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把之前的迷彩涂装换成了这种舰载机的配色，再加入更多的荧光效果，让这款的飞机会更加的漂亮。这款太去逍遥的歼35C 重涂版就是这样了。